我爹将一块发霉的腊肉挂在房梁上，每天用一根针在上面扎一下，油脂顺着针眼滴出来。我们一家4口排队，张嘴接滴出来的油脂充饥。那天轮到我实在太饿，没忍住用舌头在腊肉上卷了一下，我爹当场扇了我一耳光，怒道：那点油心是留给你弟弟的，你一舌头就卷走了他3天的口粮。第二天家里就来了一个陌生人，他将8个铜板扔在地上，这便是我的身价。人牙子带我走的那天，我没哭没闹，但我娘一个劲的落泪，可她连挽留的力气都没有，只撕下来一块红布系在我的头上，车轴一点一点的转动，拉着我越走越远。车里挤满了女孩，都跟我差不多大，一个个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没有人有精神说话，车里只有抽抽搭搭的哭声，车子时不时会停下，帘子一掀，外面便站着陌生的大人，像挑牲口一样打量我们。被点中的女孩总是吓得往后缩，然后被人硬生生拉出去，哭声很快就远了。每走一个，车里的哭声就猛地大上一阵，接着变成更绝望的低泣。每次看到外面伸进来的手，我的身子都止不住的颤抖，因为被卖掉的结果无非就是3种：穷人的妻，富人的丫鬟，或是窑子里的姑娘，哪条路都不好走。但我也知道，留在家里恐怕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不怨爹，也不怨娘，我就是有点想看看弟弟，以后他会不会知道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姐姐呢？一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就止不住的难过起来。车里也不全是哭泣的人，顾婉就不哭，她比我大2、3岁，总是安安静静的坐着，我偶尔会壮着胆子跟她说话。她看我年纪小，挺照顾我，她听着我叽叽喳喳，也不会嫌我烦。等夜里大家都东倒西歪睡下的时候，她会悄悄挪到我旁边，跟我讲她家里的事。一看见你，我就想起我妹了。她说着，声音低低的，眼眶忽然红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就喊她姐姐。车轴缓缓地转动，我们2个人紧紧依偎在一起。人牙子心肠歹毒，他们怕我们吃饱了有力气跑，总好几天才给一顿吃的。那只是一点点能照见人影的稀粥，或者半个硌嗓子的硬饼子。我饿得头都发晕，阿芝姐总会趁人不注意，把她那份省下一半偷偷塞给我。如果我推辞，她还会假装生气，说以后再也不理我了。为了哄她，我每次只敢吃小小一口。不过车上也有例外，有10个姑娘长得特别好看，穿的也干净整齐。人牙子说她们是要送到宫里去的，不敢怠慢，她们总能吃到实实在在的干饭，偶尔还能闻到点油腥味。我看着那些随时会被卖掉的姐妹，又看看那些等着进宫的漂亮姑娘，心里模模糊糊的明白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从下车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不一样了。前面等着我的不知道是什么，我往阿芝姐身边靠了靠。这辆破车四面透风，只有她是暖暖的。我从不敢惹那些要进宫的姐姐，但她们闲得发慌，就开始找乐子，有时故意把饼渣扔到我们脚边，看我们会不会像狗一样去捡，有时会故意踩到我们的手指。每回他们欺负我，阿芝姐就会立刻把我拉到她身后，用她那双黑沉沉的眼睛瞪着他们。那些姐姐有点怕阿芝姐，所以她们不敢直接同阿芝姐发生冲突，顶多也就翻个白眼。等他们走后，阿芝姐才低声对我说：别理他们，忍一忍就过去了。我点点头，别的我都愿意忍，可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居然看上了我头上的红头绳。这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念想，我自然不愿意给，可没想到越是不给，他们就越是想要，甚至不惜伸手来扯。我死命护着。不行，这是我娘给我的。你娘？那个为了8个铜板就把你卖了的娘吗？熟睡的阿芝姐醒来，看见这一幕，她冲过来：别动她的东西！反了你了，给我打！另外几个进宫的女孩也围了上来，车里顿时乱成一团。人牙子掀开车帘：吵什么？都想找死吗？他看到扭打在一起的我们，脸色铁青，特别是看到那几个进宫的女孩衣裳皱了，更是火冒三丈。他一把扯开阿芝姐和我，2个小贱蹄子，干坏老子的好事！老子看你们是不想活了，等到了地界，直接把你们卖进最下等的窑子里去！我一听，吓得浑身发抖，眼泪止不住的流。这时，阿芝姐突然从车板缝隙里抠出一块边缘锋利的碎石片，然后对着找茬女孩的脸划了下去。2个姑娘顿时鲜血直流，所有人都惊呆了。
连人牙子也愣住了。阿芝姐盯着人牙子，现在我俩你谁也卖不了了。人牙子回过神来，看着那两个脸上淌血的，扬手就要打阿芝姐。你个小贱人，我打死你！爷，你可别糊涂啊，眼看着要到京城了，现在他俩的脸已经毁了，你要是再把我俩打死，上哪儿去找2个顶替的？人牙子的手僵在了半空，阿芝姐指着我和他自己，你看清楚，我们俩长得不比他们差，你让我们顶上去，还能保住你这趟的价钱。要是交不出人，或者交了毁容的，回去上头能饶了你，你好好想想吧。这句话落下的瞬间，车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宁静，只有那2个被划伤姑娘的呜咽声。人牙子愣住了，他一双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和阿芝姐。之前因为我们又脏又怯懦，他没正眼瞧过，这会儿仔细一看，我虽然瘦小，但眉眼还算清秀。阿芝姐更是，那双眼睛尤其亮。算你们2个小东西走运，从今天起，你们顶他们的缺。之后我和阿芝姐穿上了人牙子派人拿来的干净衣服，我们不用被卖进窑子了。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皇宫。阿芝姐，宫里比家里好吗？不知道，但至少我们俩还在一起。车子继续吱吱呀呀地往前走，离京城越来越近。我靠在阿芝姐身边，看着车窗外模糊掠过的田野，心里揣着一个沉甸甸的将来。车子进了宫，我和阿芝姐就被分开了。我被带到了上衣局，她去了换衣局。她时不时会偷偷跑来看我，给我塞点吃的，或是教我几句宫里的人情世故。她脑子活，嘴巴甜，没过多久就跟宫里好些管事姐姐混熟了。听说上头很看重她，我就笨多了，学规矩慢，说话也直。我这双手好像天生就会摆弄针线。上衣局的姐姐们起初嫌我呆，后来看我织的花样又新又活泛，她们常拿了料子来指明要我绣。等着拿活的时候，她们爱凑在一起闲嗑牙。我一边低头穿针引线，一边支着耳朵听。他们说的最多的是皇上，说皇上年纪轻轻就做了龙椅，开头那几年全是太后娘家说了算。可皇上真厉害，只用了3年就把大权夺了回来，把太后娘家压得死死的。这里头出力最大的是贵妃的哥哥，他是当朝大将军，当时他二话不说就站在了皇上这边，皇上才能成事。因此皇上待贵妃格外好，什么好的都紧着她。可我听着奇怪，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贵妃不是皇后呢？姐姐们笑了，皇后娘娘是皇上还在前底时的太子妃，两人是打小一起长大的情分，所以贵妃再好也只能是贵妃。下次见到阿芝姐，我把这些事当新鲜故事，就一股脑说给她听。我说皇上真厉害，贵妃真风光，皇后娘娘真有福气。听完我的评价，阿芝姐没有说话，只是笑笑，那笑容怪怪的，好像有很多意思在里面。过了很久，她才长叹了口气，这后宫可真有意思，每个人都有所求。贵妃娘娘求的是情，所以她无所谓当不当皇后，而皇后求的是权，对于贵妃和皇上的感情，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紧接着她又反过来问我，小妹，你有没有想过，你在这宫里最想要什么？我认认真真想了一下，第一，咱们俩都能平平安安的；第二，好好熬着，等到25岁放出宫去。我算过了，到那时我能攒下不少银子呢，我就拿着银子回家去找我爹娘。傻丫头，阿芝姐，那你想要什么呀？她没回答我，眼睛看着远处。后来我才明白她想要什么。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偶然看见阿芝姐和一个穿着侍卫衣服的人站在假山后面，我吓了一跳，赶紧躲了起来。等阿芝姐一个人回来时，我跳出来取笑她。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原来你所求的是如意郎君呀！她吓了一跳，赶紧捂住我的嘴，把我拉到更暗的角落里。别胡说，我都看见了，那个侍卫大哥是谁呀？那可不是侍卫，那是皇上。我猛地抬起头，脑子里嗡的一声，那个他们口中厉害无比的皇上，竟然穿着侍卫衣服晚上偷偷溜出来。我怎么都不敢相信。阿芝姐却拉着我坐下，她说她也是无意之中发现的，有好几次她在浣衣局附近都看见一个侍卫在独自散步，那气度根本不像普通人。她多了个心眼，偷偷留意，这才知道皇上是在微服私访。她就壮着胆子算准了他会出现的时候，假装在不远处洗东西，嘴里哼着我们家乡的小调。一次两次，他果然注意到了我，我就装着不知道他是谁。他问我话，
我就规规矩矩的回答，不多看也不多问。然后呢？然后就像你刚才看见的那样了，他好像挺喜欢跟我说话的。他的声音里带着不一样的憧憬，我脑子里乱哄哄的。阿芝姐，这太吓人了，要是被抓住，那可是皇上。怕什么？小妹，你之前不是问我来这宫里想要什么吗？之前我一直没有答案，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想要的就是从此以后再不为奴为婢，再不用看着旁人的脸色而活。所以我要一步步的往上爬，而第一步就是要先摆脱宫女的身份，嫁给皇上。你想想，这可是当今皇上呀，若是攀上了他，定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以后也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咱们了。反正既然老天爷让我进了宫，给了我机会，我就要赌一把。我被他的话吓住了，又觉得有点道理。那现在你们进展如何？皇上愿意娶你吗？还不清楚。不过他既然来找我说话，就是对我有了兴趣，我不能急，我得让他记住我。后来就像阿芝姐预料的那样，那个侍卫来找他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是晚上，有时候是傍晚。阿芝姐有时见他，有时就借口活没干完不见他。阿芝姐，你怎么还敢不见他呀？傻丫头，太容易得到就不会珍惜了。我得让他觉得我和宫里那些变着法儿讨好他的女人不一样。又过了一阵子，一天阿芝姐突然跑来上衣局找我，脸上带着压不住的喜气。成了。什么成了？他跟我挑明了身份，他说我聪明懂事，跟别人不一样。我高兴的差点跳起来。没过几天，首领太监就宣读了圣旨，阿芝姐被封为彩人，她搬进了漂亮的宫殿，穿上了绫罗绸缎。她没忘了我，很快就把我邀到了她身边伺候。以后咱们姐俩就在一处了，有我的就有你的。我看着焕然一新的阿芝姐，心里又高兴又有点害怕。高兴的是我们不用分开了，害怕的是这皇宫这么大，以后的路会好走吗？阿芝姐很得宠，皇上就跟迷上了她似的，3天2头就往我们住的琉璃宫跑。宫里的人最会看风向，以前对我们爱答不理的，现在都陪着笑脸。有一天皇上又来了，和阿芝姐在屋里说话，我端着茶进去，低头规规矩矩地放下，正要退出去，皇上却忽然叫住了我。你抬起头来。我心里一慌，怯生生地抬起头，皇上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的脸，像是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道了一句：你很像朕的一位故人。我吓得赶紧低下头，心砰砰直跳。皇上的故人谁呀？皇上的故人谁呀？阿芝姐在旁边忍不住好奇，可惜皇上没告诉她。你叫什么名字？奴婢春意。朕记下了。从那以后，皇上再来琉璃宫，注意我的时候明显就多了一些。我本来就有点怕他，他又老看我，我一紧张就更爱犯糊涂了。有一回给他上点心，手一抖，差点把盘子摔了。还有一回他问我话，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答得牛头不对马嘴，我自己吓得要死，生怕他怪罪。可奇怪的是，他非但没生气，反而每次都被我逗得哈哈大笑。他对阿芝姐说：你身边这小丫头倒是个有趣的，懵懵懂懂的，瞧着让人发笑。是呢，自入宫时就她陪在妾身身边的，妾身时常拿她当个开心果。我心里有点委屈，我才不是故意要当开心果呢，我是真怕她。可皇上好像真觉得我这样挺好。有一次阿芝姐被皇后叫去说话，宫里就我和几个小宫女在，皇上不知怎么信步走了过来，看见我正对着几枝刚摘的花发愁，不知道怎么插评才好。他走过来站在我旁边。怎么，这花不好看？好看是好看，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摆弄，怕糟蹋了。这样斜着插，是不是就好些了？我看着他亲自示范，惊讶的嘴巴都微微张开了。他放下花，看着我那傻样子，忽然叹了口气。你这懵懂的模样，真是像极了他。他小时候进宫来玩，也是这般单纯的劲，见了朕也不怕，还缠着朕要糖吃。只可惜物是人非，斯人已逝，朕为此还伤心了许久。我这才明白，原来他是透过我在看另一个人的影子。我心里有点怪怪的感觉，但更好奇皇上嘴里的那个人到底是谁。我这才明白，原来他是透过我在看另一个人的影子。可越是好奇，皇上就越是不说，原以为这辈子都没机会知道了。不过老天还是眷顾我的。那天我随着阿芝姐去拜见皇后娘娘请安时，
都起来吧，抬起头来让本宫瞧瞧。我怯生生地抬起头，正好撞上皇后娘娘的目光。她原本带着浅笑的脸，瞬间就愣住了，手里的茶盏微微一晃，眼神复杂极了，有惊讶，有怀念，还有一丝我完全看不懂的哀伤。她告诉我，我长得很像她的娘家妹子连月，原来她就是皇上嘴里的故人啊。紧接着皇后走了过来，她拉着我的手，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在宫里可还习惯？我一一小声回答了。她听得很专注，看我的眼神也越发柔和，可那柔和底下总藏着一种我说不明的感情。从那以后，皇后娘娘待我格外不同，她时常叫我去她宫里，有时是赏些点心吃食，有时就是让我在一旁陪着说说话。她喜欢看我说话时直愣愣的样子，说我性子单纯，像一张白纸。宫里的日子表面看着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阿芝姐得了宠，眼红的人不少，贵妃娘娘首当其冲。她姓徐，是开国功臣家的女儿，经常仗着哥哥是护驾有功的大将军，在宫里向来跋扈。以前皇上专宠她，现在多了个阿芝姐，分走皇上的注意，她哪里忍得下这口气？一次宫宴上，不知怎么就说到了皇后娘娘治理后宫过于宽仁，底下有些人忘了尊卑，生了不该有的心思。这话谁不知道是在指责阿芝姐恃宠而骄，但贵妃气势凌人，在场那么多妃嫔，竟无一人敢出声辩驳。最后皇后端着酒杯，笑着脸打着圆场，可她却丝毫不给娘娘面子，依旧在那儿放肆。阿芝姐心里憋闷，我看着她，却什么也做不了。没过多久，贵妃的针对从暗里抬到了明里，阿芝姐表面上忍着，心里却憋着火。没几天她就病倒了，什么都吃不下。我急得赶紧去找太医，结果碰见了贵妃娘娘。哟，这不是知彩人身边那个小丫头吗？慌慌张张的，这是要去哪儿啊？回贵妃娘娘，知彩人病得厉害，奴婢想去请太医。哼，病得厉害，下午还好好的，怎么晚上就病得要请太医了？该不会是装病想博取陛下怜惜吧？不是的，娘娘，知彩人她真的烧得很厉害。放肆！主子没问你话，谁准你抬头的？贵妃慢悠悠地踱到我面前，尖利的护甲挑起我的下巴。本宫看你这丫头眼神闪烁，言语不清，怕是心里有鬼。说，是不是你家主子叫你假装生病，去皇上面前搬弄是非？没有，奴婢没有。还敢顶嘴，看来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这宫里的规矩。来人，给本宫掌嘴。两个嬷嬷立刻上前抓住我的胳膊。贵妃娘娘，奴婢说的都是实话，求您让奴婢去请太医吧。我一下又一下地磕着头，可无济于事。一个嬷嬷扬起手，重重的巴掌落在我脸上，我被打得眼冒金星，耳边嗡嗡作响。他们一边打还一边挑刺，说我冲撞凤家，不懂尊卑。我头晕目眩，感觉意识渐渐模糊，最后什么东西狠狠敲在了我的后颈上，眼前一黑。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鼻尖是淡淡的龙涎香气，竟然是皇上。我吓得一动不敢动，以为自己还在做梦。醒了。他低头看了我一眼，我这才发现我们已经在琉璃宫门口了。阿芝姐披着外衣，脸色苍白地迎了出来，看到皇上抱着我，她也愣住了。皇上没说话，把我轻轻放在阿芝姐的床上，对身后跟着的太医吩咐，给他看看。后来我才从宫人议论中拼凑出经过，原来皇上刚好路过御花园，看见贵妃的人在打我，还把我打晕了过去。他当即勃然大怒，喝止了行刑的人，亲自把我抱了回来。皇上看着太医给我处理脸上的伤，沉默了很久，才对阿芝姐说，是朕疏忽了，让你受委屈了。阿芝姐红着眼圈摇了摇头，我心里砰砰直跳，偷偷看着皇上冷峻的侧脸。我第一次觉得这个我一直很害怕的人好像并没有那么可怕。他救了我，而且他抱着我回来的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太医给我看完，又给阿芝姐诊脉，他转身对着皇上就跪下了。恭喜皇上，贺喜皇上！我站在一旁，心提到了嗓子眼，直到听见太医说知彩人有了身孕，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即心里涌上巨大的欢喜。阿芝姐有孩子了，皇上高兴极了，握着阿芝姐的手，眼睛里的笑意藏都藏不住。他立刻下旨进封阿芝姐为知嫔，
又赏了许多东西下来。从那以后，我比谁都忙，一有空闲就翻出攒下的最好料子，给还没出世的小主子缝小衣服、小肚兜。有一天，我正在廊下埋头努力，皇上来了，他悄没声息地走到我旁边，看我缝了一会儿。春意，你这鲤鱼的眼睛怎么绣的？一只大一只小。我吓得真差点扎到手，抬头看见皇上带着笑意的眼睛，我嘟着嘴看着手里的活计。哪有，明明差不多大。皇上拿起一件我快完工的小袄子，翻来覆去的看，摇了摇头。料子是好的，心意也是好的，就是这花样嘛，寻常了些。宫外头眼下流行的花样比这个精巧多了，还会用金线银线缠着丝线绣，阳光下一照才叫一个好看。宫外，我进宫那年才8岁，早就忘了宫外的花样是什么样了。我眼里不由得流露出羡慕和好奇。想不想出去亲眼瞧瞧？朕带你出去看看真正的好东西，看看最新鲜的花样。我惊得手里的针线活都掉在了筐里。出宫？这怎么行？宫规森严，皇上根本没给我拒绝的机会，对身边的大太监低声吩咐了几句，然后回头对我狡黠的眨眨眼。换身寻常衣服，朕带你出去透透气。我就这样迷迷糊糊的跟着皇上还有几个扮成家丁的侍卫，从一道侧门出了宫。坐在摇摇晃晃的马车上，我看着车窗外喧闹的街道，卖糖人的，演杂耍的，挑着担子叫卖的，好不热闹。皇上带我去了最大的绸缎庄，里面的花样看得我眼花缭乱，果然比宫里的更鲜活。他让掌柜的把最新式的花样都拿出来给我看，还给我买了好几包绣线和花样册子。看完绸缎，他又带我去吃了街边有名的馄饨摊，热乎乎的馄饨汤很鲜美，我吃得鼻尖都冒了汗。他还给我买了一个亮晶晶的糖人，我拿在手里半天都舍不得吃。我们玩了一整天，傍晚时，他带我登上了一座高高的酒楼，站在栏杆边，能看见大半座京城。华灯初上，星星点点，忽然几声瑞响划破夜空，紧接着绚烂的烟花一朵接一朵的炸开。我仰着头看得痴了，风吹起我的头发，也吹动了身旁他的衣角。我偷偷侧过脸看他，他仰望着星空与烟火，侧脸不再像在宫中那样紧绷。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模糊地想，原来脱下龙袍，他也只是个会带着姑娘偷偷跑出来玩，会看着烟花笑的少年郎。这个念头让我心里猛地一跳，赶紧转回了头，可他好像发现我偷看他了。春意，你笑起来真好看。我愣了一瞬，抬眸对上一双盛满温柔的桃花眼，耳边夹杂着温热的吐息。也是此刻，烟花骤然升起，我难免失神。回到琉璃宫时，宫门已经挂上了灯笼，我怀里抱着满满当当的战利品，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红晕。皇上走在我前面半步，心情似乎也很好。下次得了空，再带你去尝尝别家的点心。我刚要点头，一抬眼就看见阿芝姐正站在宫殿门口的廊下，看样子是出来等我们的。她的目光先落在皇上身上，然后是满面红光的我，脸上带着平日里温婉的笑容。可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一瞬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她看着我的眼神猛地变了一下。可阿芝姐没问我出宫的事，她所有心思都扑在了肚里的孩子上。我们天天盼着这孩子出世，宫里上下也都小心伺候着。但就在一天下午，贵妃突然来了兴致，要阿芝姐去御花园散步。阿芝姐本想推辞，但贵妃未答，她不敢明着得罪，我没跟着，就在宫里继续缝我的小衣服。没过多久，外面就传来乱糟糟的喊叫声。我冲出去，看见阿芝姐被人抬了回来，脸色惨白，裙子上还有一片刺目的红。她紧紧抓着我的手，眼泪混着冷汗往下流。孩子，我的孩子。御医来了，摇了摇头，阿芝姐的孩子没了。她像被抽走了魂，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眼泪止不住的流。皇上闻讯赶来，勃然大怒，立刻下令彻查。这一查，就在阿芝姐摔倒的台阶上，发现了被人精心涂抹的松花油，是有人故意把她引到这里的。这一刻，所有证据都指向了贵妃。皇上冲到贵妃宫里，把查到的证据狠狠摔在地上。那还是个没出世的孩子，你怎么忍心？贵妃慌忙跪下，扯着皇上的衣角。不是臣妾，皇上，臣妾是嫉妒之贫，可臣妾对您的心天地可见，臣妾再蠢也绝不会害您的皇嗣啊！
皇上根本听不进去，他正在气头上，只想为阿芝姐讨个公道。就在这时，皇后娘娘来了，出乎所有人意料，她竟站出来维护贵妃。皇上，贵妃性子是骄纵了些，但臣妾以性命担保，她绝非残害皇嗣之人，此事并无确凿证据，仅凭松花油就定罪，未免太过草率。皇上刚想开口，他忽然又说了一句：皇上，您还要重蹈覆辙吗？连月的悲剧，您难道还要再来一次？这话有些莫名其妙，可两人好像都懂了是什么意思。听到连月这个名字，皇上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踉跄了一步。最后贵妃被废，降为了许美人。他愣在原地，看着皇后，悔恨的泪水淌了下来。他不是悔恨害了阿芝姐的孩子，而是悔恨自己从前仗着家世和恩宠，常常羞辱皇后。可危难之际，皇后竟愿意站出来出言维护，这让他如何不羞，如何不愧。送走了皇后，皇上和我一起回了琉璃宫。阿芝姐虚弱地躺在床榻上，问皇上怎么处置的贵妃。皇上愣了一瞬，神色中带了一些心虚。阿芝姐红了眼眶，她拽着皇上的衣袖：那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第一个孩子，我那么期待他的出生，明明已经6个月了，就差那么一点。她说着哭着，听得我心都要碎了。皇上也没办法，只是长叹了一口气。她毕竟是贵妃，位高权重，还有皇后替她辩驳，朕也没办法。这是他最后的解释。皇上走后，宫里安静下来。阿芝姐虚弱地靠在我怀里，她哭她的孩子，哭她命苦。哭着哭着，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带着一种凛然的恨意。凭什么我的孩子就这样被人害死，而杀人凶手却能好端端的活着？她的手无意识地攥紧了被角。既然世道如此不公，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这一刻，他眼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消失了，孩子没了，阿芝姐的心仿佛也死了一大半。她终日奄奄地躺在床上，皇上心中有愧，连下了2道圣旨。第1道晋封阿芝姐为知妃，以慰其失子之痛；第2道却是将我封为了春才人。这道旨意下来时，我正准备为阿芝姐喝药，听到太监尖细的宣旨声，我手一抖，药碗哐当一声摔在地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跪在地上，不明白怎么会这样。我从未想过要成为皇上的妃嫔，只想陪着阿芝姐做她的小宫女。等到25岁出宫回家，我下意识地看向阿芝姐，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静静地看着我，那眼神陌生的让我心寒。搬离琉璃宫那天，阿芝姐没有起身送我，我站在她寝殿门外，隔着门帘哽咽着喊了一声：阿芝姐。里面寂静无声，许久才传来她淡漠的声音：春才人，如今你也是一公主位了，往后好自为之。我住进了离琉璃宫不远的坠下轩，成了这后宫众多妃嫔中不起眼的一个。皇上偶尔会来看我，大多时候只是坐坐，说我做的秀活有趣，能让他暂时忘却前朝的烦恼。我时常去找阿芝姐，可她总是以各种理由推拒不见。偶尔在宫中宴会上遇见她，穿着繁复华丽的宫装，被其他妃嫔众星捧月般围在中间。她谈笑风生，眉眼间是恰到好处的风情，可那笑意却从未抵达眼底。我眼睁睁看着她用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让曾经在御花园嘲笑过她出身低微的贵人，因冲撞皇上而被贬入冷宫。我亲耳听闻她如何利用一个不得宠的美人，设计构陷了另一位与她争宠的嫔妃，使其被打入掖厅。我再也忍不住，一次趁她宫中无人闯了进去，拉着她的衣袖，哭着求她：阿芝姐，别这样了！争权夺势，日后必然会反受其害。咱们又没有依仗，我实在怕你万劫不复。我们去找皇上，求他放我们出宫，好不好？阿芝姐缓缓抽回自己的袖子，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出宫，小妹，你还是这么天真。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四四方方的天空。从我们被8个铜板卖掉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没有家了。即便是出宫，又能去哪儿呢？别傻了，从入宫之时，我们的一生就被绑定在这里了。这宫里就是我们的战场，要么踩着别人爬上去，要么就被人踩在脚下，碾落成泥。姐姐。听见这个称呼，她忽然只笑了一下。
姐姐，好医生姐姐，既然你还在惦念着我们那点可笑的姐妹之情，那我只求你一件事，永远不要爱上皇上。我的心猛地一沉，他走近我，指尖轻轻拂过我的脸颊。一旦你动了心，我们之间就真的只剩你死我活了。我看着他，这一刻我懂了，我们终究是分道扬镳，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皇上听说了我和阿芝姐的事，他大概觉得亏欠了我，待我越发好了。他不像对别的娘娘那样讲究规矩，来我这时常很随意。有时看我坐在窗边发呆，他会悄悄走过来，从袖子里掏出一包宫外的糖炒栗子，我剥给他吃，他就笑着看我。春意，还是在你这里最舒坦。他批折子累了，会来坠霞轩坐坐，什么也不说，只靠在榻上，让我在旁边绣花。他说针线穿过绸布的声响能让他静心，我知道这是他待我的好，一种不带太多欲望的温和的好。可我望着外面的深深宫墙，只觉得空落落的。又是一个春天，阿芝姐一路高升成了贵妃，风头几乎要盖过皇后。她那个宫里进进出出都是巴结的人，我远远见过几次。她穿着贵妃的吉服，满头珠翠，像极了当初如日中天的徐贵妃。偶尔皇后娘娘会来我这坐坐，她是个温和的人，但眉宇间总带着挥不去的倦意。那日她捧着茶，忽然说起阿芝姐。春才人，你如今圣娟正浓，可曾想过这般恩宠迟早会让你站在芝贵妃的对立面？我低着头，不知该如何回答。她轻轻叹了口气，跟我讲起了连月的故事。她是我的娘家妹子，不止容貌与你相像，性格更是相似。刚入宫时，总觉得徐贵妃是好人，后来贵妃见我妹子愈发受宠，就栽赃我妹妹偷了御赐的东西，皇上又不肯来主持公道，那丫头性子烈，百口莫辩，就这么郁郁而终了。所以这些年，皇上一直亏欠着她。娘娘，既然这样，你也说了是贵妃害了你妹妹，那上次贵妃被人栽赃，您为什么还帮她说话？听到我这样问，皇后娘娘愣了一瞬，而后笑出了声。正是因为我亲眼看过我妹妹是怎么死的，所以我知道那次贵妃也是被人算计了。我不帮她，难道要眼睁睁再看一出冤案？本宫知道你们姐妹情深，但娘娘放心，阿芝姐不会这样做的。她或许变了，但她不会害无辜的人。傻姑娘，你还是这么傻。在这宫里，信这个字最是要命。她走后，我一个人坐了许久。我知道现在宫里所有人都觉得阿芝姐是个恶毒的女人，但我记得那个在车里用身体给我挡风雪的阿芝姐，记得那个把唯一一块硬饼塞给我的阿芝姐。记忆滚烫，早已深深地烙在了我心中，所以我实在没办法因为别人几句话就把她丢掉。我还是信她，哪怕全后宫的人都说芝贵妃心狠手辣，我也认为她心底最深处总还留着一点我们相依为命时的样子。那是我的阿芝姐，她是全天下对我最好的人。3日后，皇上给了阿芝姐协理6宫之权，也是从那天起，皇后娘娘和阿芝姐争斗了起来，从暗地里摆到了明面上，你进一步我挡一步，我看得心惊胆战。阿芝姐赢了最后一局，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些证据，暗示皇后娘娘的娘家在前朝结党营私。皇上最恨这个，龙颜大怒，他虽然没有废后，却再也不去皇后宫里了，还把皇后娘家的几个叔伯都贬了官。宫里的人都说帝后离心了，我知道这一定是阿芝姐做的，我心里堵得难受，偷偷跑去看皇后娘娘。她宫里冷清的吓人，她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外面。我跪在她面前，替阿芝姐跟她道歉。娘娘，对不住，阿芝姐她不是故意的，她只是什么？我也说不下去。皇后娘娘没有怪我，她只是笑了笑，那笑容疲惫极了。她拉起我，傻孩子，这宫里的事哪里是一句对错就能说清的？本宫不怪你，你也要好好护着自己。而这事没过多久，一个惊天消息炸翻了后宫，皇后娘娘轰了，是中毒。宫里顿时谣言四起，所有人都说是芝贵妃下的毒手。皇上震怒，下令彻查，查来查去，线索竟然真的指向了阿芝姐的宫里。那个已经被废为徐美人的前贵妃，大概是想报皇后当初维护她的恩情，要杀了阿芝姐给皇后报仇。可徐美人哪里是如今阿芝姐的对手，侍卫轻易就制住了她。阿芝姐甚至没让她近身，
只冷冷地看着他，说了一句以下犯上，意图行刺，便下令将他当场杖毙。我听到消息惴惴不安，于是去求皇上，我想见见阿芝姐。皇上看着跪在地上哭得不成样子的我，最终还是叹了口气答应了。我去的时候，他住的宫殿已经被封了，工人也都被带走，夕阳顺着雕花棱窗落了进来。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正殿里，他穿着他最喜欢的贵妃吉服，头上戴着他刚被封为知嫔时皇上赏的那只凤钗。他看见我进来，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你也是来责怪我的吗？我拼命摇头，眼泪夺眶而出。不是的，阿芝姐，我知道不是你，皇后娘娘的事肯定不是你做的，你是被冤枉的，对不对？傻丫头，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信我？可这次你信错了，毒是我下的。为什么？为什么？他站的那个位置太久了，他活着我就永远当不了皇后，永远要矮他一头。我不甘心，小妹，我不甘心啊！这时，一个小太监低着头，端着一杯酒走了进来，那是皇上赐的毒酒。阿芝姐看着那杯酒，眼神颤了颤，然后端了起来，她的手在抖，酒液晃了出来。我拼命挣扎，却被人死死困着。别喝！阿芝姐，你等着我，我去求皇上，我去求皇上收回成命。小妹，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把你带进这宫里来。我本来想着让你跟着我能过上好日子，不用再挨饿受冻，不用再看人脸色，可我错了，我把你带进了另一个火坑，你别怨我，成吗？我不怨你，阿芝姐，我从没有怨过你，我只恨没能带你早日逃脱，可你深陷其中，我却无能为力。紧接着，他仰头将那杯毒酒一饮而尽，酒杯从他手中跌落，发出清脆的碎裂声。他看着我，身子慢慢软倒下去，嘴角溢出一缕暗色的血，眼睛却一直望着我，直到完全闭上。阿芝姐！我的阿芝姐没了，那个在颠簸的马车里把最后一口饼子塞给我，用单薄的身子护着我的阿芝姐，最终死在了这吃人的皇宫里，死在了我的面前。阿芝姐就那么走了。从那以后，我整个人都木了。皇上来看我，我躲在内室不见他。春意，你出来，朕看看你。我不出声，也不动。我知道我在怨他，怨他害得我们姐妹离心，怨他刺死了阿芝姐，愿他明知我和阿芝姐的情谊，还这样作践我们。就这样，我们陷入了冷战。宫里的人最会看眼色，见我不受待见，便开始捧高踩低。份粒里的汤是潮的，送来的饭菜是冷的，我倒无所谓，每日行尸走肉，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直到上宫局又送进来一批新的小宫女，我偶然听见管事嬷嬷训话，一个名字惹得我的心猛地一跳，阿苗。那是阿芝姐最小的那个妹妹的名字。我偷偷跑去看，那个叫阿苗的小丫头缩在人群最后面，低着头怯生生的，可那眉眼活脱脱就是阿芝姐年少时的模样。我看着她，鼻子一下子就酸了。宫里那些势利眼欺负阿苗是新来的，什么脏活累活都推给她，还克扣她的吃食。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嬷嬷把馊了的粥倒进阿苗的碗里，逼着她喝下去。阿苗捧着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反抗。我生气地过去打掉碗。滚！以后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她，本宫杀了你们！看着吓傻了的阿苗，拉着她到水缸边，仔仔细细给她擦手。谢谢春才人。我看着她的眼睛，心里又酸又软，轻轻替她拭泪。别怕，以后我护着你。皇上不知从哪里听说了这事，又来坠霞轩找我。他大概以为这是个缓和的机会。春意，朕知道你心善，照顾那个小宫女，你若喜欢，把她调到你这儿来伺候便是。我还是不想理他，最后他还是失望地离开了。我把阿苗接了过来，我教他规矩，告诉他宫里哪些人不能惹，哪些地方不能去。我把份里好的吃食都留给他，看着他一点点长肉，脸上有了血色。我好像在阿苗身上拼命弥补着对阿芝姐的亏欠。有一天夜里，阿苗睡着后说梦话，哭着喊娘，喊姐姐。我坐在他床边，给他掖好被角，看着他带着泪痕的小脸，心想：阿芝姐，你看到没有？我也长大了，我也学着你照顾我的模样来照顾你的妹妹了。只要我在这宫里一天，就没人能欺负她。我和皇上就这么僵着，
他来了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后来他就不常来了。直到一个下雪的晚上，外面忽然传来嘈杂声，工人惊慌地跑来禀报，说皇上喝醉了，径直往坠霞轩来了，拦都拦不住。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店门就被哐当一声推开了。皇上满身酒气，摇摇晃晃地走到我面前。我春意，你还要因为阿芝的事冤朕到什么时候？他是咎由自取，残害皇妃，毒杀皇后，哪一条不是死罪？是咎由自取吗？皇上，阿芝姐的事，真的全是她咎由自取吗？难道这里面就没有您的一点手笔？他愣住了，脸上的疲惫变成了惊讶，像是第一次认识我。宫里所有人都觉得我傻，觉得我懵懂好骗，可我只是不爱争，不代表我看不明白。比如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皇上，他故意宠幸阿芝姐，让她一个浣衣局宫女一步登天，让她成为众矢之的。他又故意在贵妃面前流露出对阿芝姐的偏爱，引得贵妃醋意大发，处处针对她，更是默许将协理6宫之权给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宫女，又在暗中推动了阿芝姐和皇后之间的矛盾，让他们斗得你死我活。他把我的阿芝姐当成了一把最好用的刀，替她清除了前朝后宫的绊脚石。阿芝姐最后看明白了，所以她才会求我永远不要爱上皇上。她是在保护我，怕我步了她的后尘。她最后认下所有的罪，痛快喝下那杯毒酒，也是怕我犯傻去替她报仇，把我也搭进去。阿芝姐以为自己是在为自己争斗，却不知道她走的每一步都在您的算计里。这一切的一切，我都看得明白。你怎么会？他喉咙发紧，后面的话没说出来。我抬起头，毫无畏惧地迎上他的目光。皇上是不是想问我怎么会知道贵妃身边那个贴身宫女在贵妃去世后偷偷来找过我？她告诉我，阿芝姐孩子没了那天，是您跟贵妃说，让她和阿芝姐化干戈为玉帛，又随口提了句御花园的花开得正好，所以徐贵妃才会要阿芝姐去御花园散步。所以从听到那句话起，我就明白了，我的阿芝姐是被利用了，而很多想不通的问题也在此刻有了答案。皇上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是，朕承认，从第一眼在万一局看见阿芝，朕就看出来了，她聪明，有野心，是把好用的刀。她又没什么依仗，事成之后可轻易除掉，所以朕将计就计，利用她平衡后宫，打压外戚，做朕不能做之事。这些朕都认，在这件事上，朕确实是千错万错。可独有一件事，朕从未骗过你，朕对你是真心的。一开始留意你，确实是因为你长得像连月，让朕觉得亲切。可后来每一次和你相处，带你出宫，看你对着一碗馄饨都能笑得那么开心，看你安安静静的绣花，朕才慢慢发现你是这么好。春意，他红着眼眶，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无比可笑。皇上，您对我是真心，那我对您又何尝不是呢？看着这个男人，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宫外那个夜晚，漫天烟火下，他带着笑意的侧脸，那样一个俊朗的少年郎，带着我见识宫外的鲜活，在我被欺负时挺身而出，会记得给我带爱吃的零嘴。我的心也是肉长的，又怎么可能不动心呢？臣妾也想原谅你，也想跟你琴瑟和鸣，白头偕老，可是不行啊！皇上，我不能对不起阿芝姐，我只要一想到你，就会想起她死前的样子，我心里就好痛好痛。我答应了她的，我确实爱过你，但这份爱早就被宫墙、被算计、被一条人命死死地隔开了。皇上，我们已经不可能了，我放过你，你也放过我，好吗？这是我最后的答案。他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我却直接跪了下去，额头抵在冰冷的地面上。皇上，阿芝姐的妹妹阿苗还在宫里，她什么都不懂，只是个孩子。如果您真的爱过我，就求皇上开恩，放我们出宫吧。他站在那里，影子被拉得很长，过了很久很久，他方才应了一句：好，我知道了。而后缓缓转身，一步一步离开了。离宫那天下雪了，我牵着阿苗的手，她穿着厚实的新棉袄，小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春意姐姐，我们去哪儿？回家。我知道阿芝姐用她的命给我换来了这条生路，从今往后天高海阔，我只愿带着她的妹妹好好活下去。爱过的人
我已不再拥有。